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啊！大家也看到我现在没剪头，然后因为我现在这个相机架的位置，我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我脸也囊括进去。那一会儿正式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有头了，所以，如果想看我的话，就现在暂停看30分钟。好，OK，今天要说的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一件Acronym 今年春夏的新品 J86 GTB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大家第一反应应该跟我一样啊，GTB 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边要谢谢好朋友电子羊发掘出了这个 GTB 的来源，它确实也是一个 Gore-Tex，但是它来自 Gore-Tex 的这个 Parrot 线。这个线的面料呢，也确实如 Ackerman 所说，这是第一次被他们实现民用，因为它原本是供给一些工业上的特种作业啊，然后军方、警方这些作战服。因为这个的特殊特性，它这第一次民用是不是唯一一次，我们也不好说，或者说 Acronym 会不会是独家的，也确实很难讲清楚。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GTB 的表面啊，它是有一些蜂窝状的纹路，反面是这个样子，也是有同样的网格。这个内衬的面料呢是尼龙和棉的混纺，但实际你看上去，包括摸上去都有一种棉麻混纺的感觉。像这件衣服，它在口袋部分呢还有一层这个内衬，所以这一块是有3层面料的，基本上正面内侧还有2个口袋，在 J65上面也出现过。GTB 它跟其他的 GT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它里面没有防水膜，所以它的防水效果非常的普通，并且它后整理可能也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。根据我跟 Acronym 它那边客服交流下来呢，他们的意思是这个可以防一点小雨。开个闪光灯看一下，看到吧？它是可以透光的，所以你可想而知，这个结构的边缘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紧密啊。但这是否意味着它就更透气呢？也不是，因为刚才说过了，它本身是一个双层的面料，加上这一块有3层，这件衣服透气效果呢，也就只能说比 GT 好一点。当然，我这里说的透气是指你体感的透气，真的让汗液排出这种性能，它未必有普通的 GT 好。那这个面料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呢？首先就是它这个网格状的蜂窝结构啊，它抗撕裂一定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的。另外一个，其实它是一个阻燃的面料，有网友跟线下遇到光头跟他确认了这点啊，确实是。这也跟我之前有发过一个杂志采访，光头自己说的，他们会跟戈尔开发一个阻燃的服装，也对应上了。根据电子羊的发现呢，这个面料本身，我说了99%的尼龙6.6加上1%的这个纤维，那个纤维本身呢，也并不是说阻燃，所以这个阻燃效果应该是后整理的时候加入的。那关于 GTB 面料更多的东西呢，大家可以去好兄弟电子羊的小红书看他的那篇文章，我在这儿就简单介绍到这里。另外面料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在领子这一块，外面呢还是 GTB，但是里面用了一个 Coolmax，它可能在皮肤接触的地方可以方便你吸汗排汗、速干这样的效果。那么好，正式的说一下这件衣服了。首先映入眼帘的，你第一次看到这个衣服，你就知道它是一件工装夹克改造的衣服。它的来源呢，我想应该是来自李维斯的 Type Two。首先，它是这个纽扣开合的方式，纽扣的质感真的是很普通，像那种塑料扣子，感觉也并不是特别牢靠的样子。扣眼这一侧是有这样的2层的，所以最后扣上的时候是可以隐藏起来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胸口这一条线呢，就很明显的是这个 Type Two 的结构，Type Three 也有这个结构。Type Three 的口袋呢是跟这条线是贴着的，所以它这个版型呢是基于 Type Two，包括这里的纽扣、口袋位置这块口袋这边的这个褶，在原本的夹克上当然是用来调节尺寸的，但是这个就只是在形式上致敬了一下。包括它有这个牛仔夹克工装都有的这个袖口的拉链，以及背后还有这3个扣眼的调节档位。它在此基础上呢增加的东西呢，也就是它这个胸口口袋，它是用的 Acron 当家的这个 Tension Zip，但是有问题啊，它出来以后变成这样了。它并不是一个能够全开的，而且它这样整体是一个有三角形的感觉。至于为什么，我后面会重点讲。本身这个口袋呢，它上下的容量就到这儿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线，所以它打开以后呢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戳出来的一个口袋，并没有在这个方向往外再做扩容，其实就是一个
比较怪的结构，上面有点三角，下面又是正常的口袋。那容量呢还可以，我觉得装一听易拉罐饮料是没有问题的。另外呢，就是这里的插手口袋，它用了一个哑光的拉链，然后这也是经典的 Acronym 做的这个隐藏式的口袋，正面是通过这样子遮挡是不太容易察觉到的。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刚才一直注意到这里的一个大拉链，它其实是一个在小臂上做的一个贴带。那拉开以后呢，是一个对，也有这个 Tension Zip 扩容，并且它这个容积还挺大，基本上想装一些钱包、卡呀、手机什么的都非常方便。这个口袋呢，其实不是特别常见啊，我没有具体找到它是来自哪一个原型的上面的口袋。我自己的理解呢，它更多是来自 Acronym 自家的这个重力口袋的一个改造，把它放到了正面，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开口。当然，那就不能跟重力口袋一样变魔术了，但是整体它在视觉上还是，哎，挺帅。接下来其实是我今天想讲的重点，也就是这件衣服它最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它基于原本的工装版型，然后在剪裁上做到的一个改变，那就是它整个手臂的这个设计。肩膀这边呢，很明显，它这里有一个弧形，然后背后上面看呢也是这样一个贯穿的弧形呢，其实是来自中世纪的服装。大家可能知道，就是盔甲下面一般是会穿这种内衬垫着的那种衣服嘛。然后法语里面它有专门的词叫 pourpoint。其实如果大家看到原型的那个，我找到那个图的话，你就一目了然了。它基本上就是在肩膀、手臂这块，就是跟它一模一样的。这个圆形的剪裁或者说碟形的剪裁呢，也是有一个专门的名字，法语应该是叫这个 Count Assiette，就是大盘子的意思，也就是顾名思义碟形袖。它同时呢，这个碟形袖跟它这个三角形的这一个裁片也是标配。那这里就是我要说的重中之重了，三角形以及碟形的这种几何上面的美学。Acronym 这次它真的结合在了它这个设计里面。碟形袖的意义呢，它其实也就是跟所有在胳膊上的设计，其实都是有一样的目标的，就是说增加活动量。冷兵器战斗其实挥砍的动作比较多，那你的手臂起码在运动的这一块就非常需要一个有额外的量。在这里整了一个这种碟形的剪裁，就是让整个手臂活动的范围都被囊括到了。那至于中间这个三角形呢，大家看这个三角形的尖的点呢，其实就是手臂移动时候的支点。那这样整体带动这里呢，就会让布料不会被扯得太多，然后相对活动性也会好一些。而 Acronym 在此基础上呢，其实它腋下还有一个三角形的裁片，这个就是比较现代的一个解决办法了。军工装也特别多，在这里有裁片。那这个裁片放在这里呢，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能够结合的让活动量更多，但是也算是在设计上呼应了这个原本这个碟形袖所想要追求的功能。看背面啊，在原本的这个三角形中间的部分，它延伸出了一根线出去，这个线呢是直接穿过你的手臂到这个袖口的，在这条线上呢，它在袖子这里就做了这个开合的拉链。那延伸到小臂这里，大家也会发现小臂这一块，我刚才提到了，它其实是不是很常见的一种方式。它这个剪裁呢，小臂在到肘上方一点，整个是一块的，这条线其实是这个贴带的缝线啊，它们跟结构没有太大的关系。那根据我刚才提示的，你应该也能想到，这个其实就是根据中世纪盔甲改的。那这一块就完全是来自于盔甲上的护手，所以你可以把整个这个手臂理解为这对盔甲的一个改造啊。你把中世纪盔甲的手臂的护甲安在了这个50、60年代的工装上面。背后包括了这个背带的位置也是贴在这个碟形的边缘上的。那接下来咱们就看正面了。刚才我讲这个口袋的时候提到了，为什么做一个三角形？也很多人在没有仔细看这件衣服的话，也会有疑问：这个三角形它在功能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根据我的这个实际研究下来呢，它这个功能上其实反而是做了牺牲的，因为你想它在拉开来以后，这一块它并不是完全在这边做到扩容的，它在这里是有个缝线的。这样子就是为了保证它拉上以后有这样一个三角形的线。其实我这样应该能
比较直观了吧？对，它就是跟这个蝶形袖的三角连接上了，这里的三角在这儿继续了下来，它是完全为了跟这个三角形对上，在设计美学上做的功夫。总是在说 Acron 它其实不是一个机能品牌啊，你想它如果是机能户外这种目的出发的话，它一定不会做这样的设计。这个就纯粹是为了视觉上的延续性以及美观，当然美观这点就见仁见智。另外呢，在这个我刚才拉开以后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它这个口袋这下面啊，原本你觉得是蝶形袖这个一整块的地方，它这里是没有缝线的。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它正面这里的蝶形，那其实并不是通过缝线完整的做出来的，而是说这里才是它这些布料拼接的地方，这底下是完全没有缝线的。这一点呢，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 Acronym 在设计上，包括在生产上的一个秀肌肉行为的。那这样子你看上去，这里一个弧形、蝶形的视觉都是完整的。这其实我觉得是挺考验生产线的啊，就是你想这两条线如果在缝制的时候做的稍微就是出去了一点，那你视觉上它就并不是延伸的。但是它这个衣服的最终呈现呢，你在视觉上自动帮它补充了这里没有连上的线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 Acronym 始终吸引我的地方，它在细节上的这种小心思，以及它这里制作的时候的这种严谨啊。那其实说到这儿呢，也就基本上讲完了这整件衣服的各个部分。我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，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我其实自己是特别开心的，因为我应该做那么多夹克，也很少也找到这种，就如果标题所说，它在美学上是遵从一个几何美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，并且呢，我应该不算过度解读啊，它通过这件衣服在三个维度上面致敬了三个时代，也就是这个中世纪的这个手臂的剪裁，然后整体是这个50、60年代美国牛仔夹克、工装夹克的这个版型，以及面料呢用的是现代最新的这个科技面料，所以就是三种维度、三个年代，包括它这上面这些三角形，哎，怎么就这么呼应呢？所以啊，这件夹克应该叫 J33了。那说完了它在设计上的这些东西以后呢，那我就分享一下我个人穿着下来的体验。首先，这件衣服它也并不是一件春夏能常穿的衣服，它的透气性能也就那比较普通。你就可以把它当做是工装夹克的这个运用场景，包括它穿着的搭配，我觉得也就是遵循工装夹克，甚至是说它还比一般的工装夹克难搭一点，因为它这个袖子这边的处理，你可以看到肩膀其实它这里没有明显的分隔的话，会让你显得不是那么的精神。那平时呢，像我基本上试下来也就两种思路，一种是跟工装夹克一样，牛仔裤配牛仔裤，那么这里我们就用到这个机能牛仔裤 P10，这样腿细的朋友可以尝试这种办法。还有一种就是我之前也穿过的这个用 P24搭配，那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种战术裤，腿粗不太适合 P10的朋友呢，也可以这样子搭配，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。然后整体穿下来，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难的，因为它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出很好的效果，所以大家也能看到，在这个大量发售以后，这件衣服平时其实并没有很高的一个炒卖价，转手的人也特别多。它的设计这个上面的巧思咱们放一边，实际穿着下来，它并不是说一个万能的一个夹克，应该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，就是跟他所设想的不一样，而放弃的。OK，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希望我对这件夹克的解读，可能也是我第一次在频道里做这种解读啊，希望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新的思路。希望是你想在我这里能看到的东西。拜拜。